请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曲先生27岁，来自辽宁，销售顾问；女嘉宾朱女士27岁，来自辽宁，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恋爱多久啊？在一起2年多了。啊，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啊，你追的他，人家让你拐弯，你为什么要执行啊？就是他是个前期这个人挺好的，后面这相处时间长了，就发现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要求非常苛刻。哦，要求苛刻啊，对，就是说必须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来，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来的话，就是他就会就是发脾气、无理取闹这种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今天他要来的。哦，你要来干啥呀？他说我平时比较苛刻，就总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啊，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呀。那什么事情就是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呀。然后他就觉得我脾气不好，管他管的太多了。但是他就是日常生活中他脾气才不好呢。明白了。就是我觉得他吧，就是一个特别容易暴躁的人。然后生活中他总是这样，他烦躁我说他，然后他还不听，还觉得是我的错。哦，我问你的问题是。你干嘛来这儿？你跟我说了一堆啊，就是那个我的理解是，我俩在一起就是也很长时间了嘛，也有这个结婚的打算。但是我就感觉吧，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小矛盾解决不了。那到底要干啥呢？今天就是要解决这些小矛盾，看一看他能不能改。他要是不能改的话，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跟他在一起走下去。哦。实际是还是要看看谁对谁错，掰扯掰扯，是这意思吧？也可以这么说。啊，行吧，谁先说呢？我先说。他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暴躁，生活中吧就特别容易烦躁，然后我就挺受不了的，因为我劝吧他也不听。比如，然后就比如说之前就是前2天我俩周末一起开车去动物园玩，然后路上嘛就堵车了，那周末堵车多正常啊，然后他在车里边就骂骂咧咧的，就特别烦。这时候好，前面突然就插进来一辆车，这下好了，就摇下车窗就跟人家骂起来了。骂我就说你就少说2句吧，对不对？过去就过去呗。然后就下车了，下车跟人家骂的就异常激烈，我就受不了他这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旁边就引来就是特别多的人在那块围观，我就觉得挺尴尬的。然后怎么劝他都不听，就非得跟人家骂。这个事情我得说2句。其实我也不是个就是无事生非的人，就正常就是说咱们一起行车就是走在道路上嘛。当时就是我们要进动物园，两边都是实线，所有车就在排队，就突然就有一个车从后面非常不守规矩夹塞，就难免我会有情绪上的波动，是不是？我刚开始我是想就是教育那个车主2句，就是维持公共秩序靠大家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跟他说2句，谁知道他就是非常不讲理，回头他骂我，然后我再下去再跟他理论一番。不是啊，他不讲理，但是他肯定会有别人说他呀，也不至于你非得下车跟人骂成那样啊。后来是交警，就警察都来了，然后给他劝回车里了。回去以后他自己就还没好，就是还是挺烦躁，就说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，那怎么在一起玩啊？就那天我都感觉我心情不好，对，就没法一起玩了。他比较较真儿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非得就说人家。说说你的委屈吧。我们日常交往中，那他总说我这个人自私，就说比如说有一次他就是自私，就我们在一起吃米线，我就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，然后我又加了一份海螺丸，回去俩人吃嘛哈。然后就当我想吃海螺丸的时候，那碗里一个都没有了。其实我就更尴尬了。我记得他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他最不喜欢吃海螺丸米线。完，当天他点了一份海螺丸米线，又加了一份。我当时我合计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嘛，我现在他还特别关心我，还给我加一份。我心里我也挺高兴。我现在哎呀，就是人对我一番心意，我就赶紧吃完嘛。他既然说他不喜欢吃嘛，他眼不见心不烦，咱赶紧给他吃完。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然后回头他就不高兴了。我不记得我以前有说过什么我最不爱吃这个东西，而且如果我点了一份我不爱吃的东西，然后你还吃的那么开心，那他这不是自私吗？我觉得他就应该先问一问我吃不吃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应该先给我加一个呀？再点2份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个叫什么证？这不是点几份的问题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没在乎我，就没有存在感了，他就这
连问我吃不吃他都没问，是，就自己就全给吃了啊。行，这事儿也听明白了。还有就是那个一起，就是现在不都爱玩游戏嘛？就平时生活中玩游戏的时候哈，他自己明明装备都已经齐了，然后他不管我，就一个劲儿的跟我抢，在那儿抢装备，那我怎么玩啊？那是不是一个团队啊？然后我说他还说啊，你自己打的臭，怎么回事的？对，你们俩谁水平高啊？我觉得我水平高。啊，就是段位谁高啊？段位一样吧？对，我经常一起玩嘛。啊，经常一起玩。你老抢人装备干嘛？你不都够了吗？就是我抢装备，我都是为他好，因为他总是他感觉他自己玩的挺好的啊，其实他玩的并不好。不是你不都齐了吗？你让人俩怎么着？你那背包也放不下呀。不，就是根据情况，随时我要换这个东西，我就为了保护他啊。行，我得为了保护他，就因为他说他玩的就太菜了，我只有不断自己变强，我跟你讲，我才能带领他走向胜利。哎，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，能一起玩游戏不错。啊，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一些琐事，他就感觉就挺大的矛盾，我也觉得没啥事嘛啊，老是就是这样在生活中无理取闹。我说他自以为是，就不是没道理的啊，他自己觉得自己拍照技术特别好，我每次让他给我拍照，那都拍成什么样了？就一张照片哈，一半都是地，然后上面有不大点小人儿，我1.65米能把我拍成1.56米，然后我怎么能高兴啊？然后每次我跟他一起出去玩哈，都是我拿相机在那给他拍照。然后他自己还不学，我跟他讲，你回去学一学啊，怎么能把人拍得好看一点？我学了呀，我觉得我现在拍照明显有很大进步啊。对，就是他那个进步，就是之前我不是说那个腿照的短嘛，现在人家就整个就是有的时候脚都给我整没了那种。啊。然后他意识不到，他是构图问题是吧？我就感觉啊，换谁照啊都能比他照的好看。那不一定。换我照比他照的还难看，我也不会拍照啊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也没办法，那你说人就学不会怎么办啊？他就没这个天分啊。然后呢，我就自己买个自拍杆照呗。啊，有一天晚上哈，在那个路灯下拍照自拍。哎呦我天哪！他挑了一张他的脸就是特别亮的那种，然后我的脸是黑的，发了朋友圈。我说照了那么多张照片，你为什么不能照就是2个人的脸都特别清晰的发朋友圈呢？就一个照片嘛。再说她在我心里一直都很美，哪张照片不都是漂亮的吗？选反的显得特别苛刻。我就感觉吧，她挺强词夺理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发一个你脸亮的，人家脸黑的？我就随便选了一张啊。哎呀，你真会说话啊，还挺会气人的啊。他就是不光这方面啊，就是啊，我觉得我不太满意啊。还有就是平时啊，他还就是干涉那个我的社交。我发微博嘛，然后就有那个同学在下面给我评论点赞，他就不高兴了，就是追问我跟人家什么关系，然后就非让我把人家给删了，就莫名其妙。这不是他讲的那种的，就他那个微博啊，一共就有30来条，然后他每次发一条微博啊，他总是的同一个人跟他点赞评论，哪怕出现第2个人，咱也不会多想，对不对？你没点赞评论过呀？就他那个微博发也没人看，你看不看？我看了。你点没点赞啊？我就没点啊。你为啥不点啊？我觉得没啥必要。对，你不点还不允许别人点？不，他老是那一个人点是吧？那咋了呢？就是咱正常人的思维，就是你要是朋友多行，然后点赞评论。我就一个朋友，怎么了？关键这一个朋友是一个男性。我觉得没准人家就是顺手点赞，现在不很多嘛，刷东西就顺手点个赞，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，非得让我把人删了，我就不删，我总不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就莫名其妙把人删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还觉得他就是双重标准，他就要求我怎么样，他自己微信就是跟他女同学聊天然后对呀，那你自己为什么微信跟人女同学聊天？不，就是我说因为我不是跟我同学闲聊，我跟同学就是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然后就谈完以后啊，就是因为我怕产生误会嘛，然后我就给那个聊天的对话框就给删除了。结果不是你聊工作怎么会产生误会呢？我就怕他多想嘛。不是你要放在那儿，不就不多想了吗？因为聊的时间比较长嘛，我怕产生误会。不，你要有内容就不会产生误会。就这事做的确实有点不对，有点心虚了。有点心虚了。我是好心办坏事了。你少来吧你。不，咱问心自问，确实没就是说闲聊，但是就是怕误会。当时就是说思想简单了一点，就是没想到后续这么严重。你挺复杂的，你可不简单。此地无银300两。还有别的吗？这小子。我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，他也不让我去。这为啥呀？
就是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，我大学有一个男性的同学，然后要举行婚礼，很长时间都已经不联系了，大学毕业已经好多年了，然后他就是非要去参加人的婚礼。你说参加这个婚礼吧，要是说在就是我们家的当地去就去吧，他在上大学的地方还挺远的，还要坐飞机，然后坐高铁，就舟车劳顿，然后非要去，难免我会有误会，这什么关系？这么复杂，这么远的婚礼也要去啊？前男友呗？哦，不是前男友，就是正常大学认识的一个同学。对，我就说嘛，你有什么吧？你往底里想，就是前男友嘛。对呀，真的不是前男友。主持人说的很对，不是，那你是要去是带着他一起去，还是自己去啊？我去参加我同学婚礼，为什么要带他一起去呢？你说我们那一桌都是我们认识的上大学同学，所以就难免他有这个想法。对啊，我合计就同学聚会嘛，然后也挺好的，就去呗。说什么不让我去，我没去啊，所以我就感觉吧，他这人管的就挺多的。我觉得他吧，就是太爱吃醋。还吃过你什么醋啊？更搞笑了，他不光跟人吃醋哈，就我家养的狗他都跟着吃醋，就总说我对那个狗就是过分的宠爱了，就嫌我给那狗买东西多了，就花钱多了，怎么回事的啊？然后他那个天天遛狗，不是我说的哈，就我让他遛狗的时候，就我俩一起遛，他非要牵着。他牵着的时候啊，他那个眼睛都不看那个狗，那车那么多，然后他都不看着，我就生气。他就是不认真，有的时候跟他站着哈，他都能踩着他，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用心。这不对，他就不知道，就是我有多在乎这个东西。他说的就特别夸张啊，就是说你吃没吃狗的醋？我一个大男人能吃狗的醋吗？行，就是我的心里就是说，在他的心里，狗排在前，你排在前啊，就是当然是我排在前了。你确定吗？反正也不好说。你看这怎么事呢？就是你想他现在对这个狗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哈？就咱们就是双11购物，对不对？买点衣服买点鞋都正常，你花钱你花个3、4千都很正常。他双11给狗买狗粮花4000多。你就4000多吗？我觉得不多呀。双11嘛，囤货挺正常的呀。而且狗什么都需要，不仅狗粮啊，零食、玩具、营养品，什么东西不要啊？然后他就说我，就总拿这事说我说啊，你给狗买4000块钱的东西，给他买了不给我不啊？我怎么没给他？那就没一起买4000多呗。啊，这有必要？双11你给他买了多少啊？就是买点那个肯定没有狗买的多吗？因为我心里能有意见吗？哎呀。挺幸福的，听起来啊，也挺甜蜜的，小日子过的。打不打算结婚啊？就是因为就是年龄也到这儿了嘛，然后前一阵儿就是说到这个结婚的问题了，然后就是说结婚的问题，就要结婚就要买房子嘛，就这儿就发生分歧了嘛。我就合计吧，就是买个新房子，然后住着就是也舒适一下，就是环境能好一些。然后他就想那个换车。就现在有房是吗？啊，对。他就现在就是家里有一套房子，就是可能不是新的小区，环境就是说稍微就是差了一点，重新装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他不行啊，他非要就买新的。哦，我不是说这个房子，我就感觉他这个态度有问题，天天在那块研究这个车怎么回事啊，那个车怎么回事，自己开上能有多好看多帅啊，然后他就对房子这块就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。我觉得没啥，我作为一个男生嘛，就是有点业余爱好。我平常就喜欢就是研究个车，但是我这能力范围以内的，我也不影响生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房子这个东西吧，就有片瓦遮顶，我觉得就挺满足的。而且现在房子也不是就是说想象的环境特别恶劣那种，但他总是要换一个新的。我觉得就是他不太在乎我的感受，就是我想要的东西，然后他也不会去考虑，他就天天就研究他那点事儿。我就问个问题啊，他对你好吗？就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男生其实还挺温暖的，还挺对我好的？他平时上下班都会接我送我。哦，2年多都接送啊？差不多吧。哦，就是这样的。结婚以后还会接送吗？这一如既往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对他挺好的，他都这些小事，他说的就是特别夸张，我也委屈。行了，事儿就摆在这儿了，听着还挺幸福的。但是我不知道老师们是怎么看的，在这种争吵的背后。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，让两个还挺相爱的人老是觉得有点别扭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我们这舞台上面就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，就当两个人处于一个恋情或者亲密关系的权力争夺期的时候，就跑到我们舞台上来，让老师做主，就想着让我们几个人就帮着一方压住另一方。问题我们不是婆婆，也不是法官。这种事儿就是你们两个未来的生活里面，
谁的权力更大一点，谁应该听谁的，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磨合，不是靠我们说了算的。其实大家注意啊，就是恋情的稳定关系，它不一定说是平等。我们虽然很推崇平等的恋爱啊，但是在恋情的稳定关系里面，有平等的，有女强男弱的，也有男强女弱的。就只要大家都认，其实都挺稳定的。最不稳定什么呢？就跟你们这样，就是你强我也强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，这是最不稳定的。那么这个情况是为什么会出现呢？那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更多的是什么事都是想着我，以我为中心，我是怎么样，我要什么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琢磨出一个真正的属于你们的模式。这个模式是什么？就是你在某一方面我是可以听你的，或者我是可以照顾你的，在另外一方面我是可以给你面子的。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赵川老师一直觉得你们很幸福的原因就在这儿，就是你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儿，但这种小事儿让你们的情绪变得很不好。所以你们要顾及的无非就是不是自己的情绪哦，你们要顾及的是对方的情绪。但凡你们顾及到对方的情绪，所有的问题都化为乌有。先来说男生哈，男生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的天生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但还行，还行，对吧？看小片到现场就一直在争，其实在这个婚前，包括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，就容易发生这种权力之争，这也是非常常见的。那么这种争呢，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两个人争的方向，就是发展方向是朝着结婚的方向来努力的，这是好的方向。但是为了能够让你们把婚能够结下来，而且婚后还能很顺利，我有几个点想跟你们说一下。那么第一个点呢，就是这你们之间要有磨合，不要什么事都争，因为什么事都争，你发现最后谁也没赢，叫双输。我个人认为呢，你们要有所取舍的争，就是比如这个事儿，就非常让我觉得不舒服，那我就争一下。然后呢，有些地方呢，哎，可不争可争的，那我就让一下。这样的话呢，慢慢就磨合，找到一个新的平衡，各取所需，就知道啊，这个是他非常重视的，这个可能是如果争过来的话，他非常非常难受。
那么还有一点，这是你非常在意的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两个人就彼此的懂对方最在乎什么，哪些东西是可以包容的。然后再说第二个词吧，就是婚姻当中啊，也是你们俩我觉得是比较缺的，叫做允许力。什么叫做允许力？就是包容，就是你什么事都不接纳，你跟谁结婚这事都能遇得到。婚姻呢，不是绝对的幸福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婚姻呢，有相当一段时间是苦的，只有你们能够接受了苦，面对了苦，允许这些苦的存在，你们才能真正自由。所以说呢，你们眼里都不揉沙子，你们都小心眼儿，你们跟谁结婚都不幸福。所以你俩呀，都得在这个地方稍稍让一让。有些东西明明对方是错的，我说的是对的，但我就选择了不说，我允许让他去慢慢去品味。那第三个词呢，就是成长。好多人找我来做咨询，你要知道他花钱主动，非常坚持改变自己、调整自己，但是都得需要好长的时间，几个月甚至1年2年的时间。那你说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或者一个是这个审美不好的人，等等等等，他怎么就能因为你1、2句话就改变呢？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。你们总得允许让对方有一个成长的空间，让对方有这么一个时间慢慢去磨合，得允许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不是因为你们结婚了，然后我就有权利让对方按照我的方式来变化的。其实，在结婚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是非常痛苦的。一旦你们都能够找到彼此的平衡点，那么这种痛苦呢，可能会给人带来成长，要不然的话，最终就演变成不断的升级，分手、离婚，这都有可能。好吧，请三思。我始终认为，恋人之间、情人之间乃至夫妻之间，如果对方说出以下这句话，对方是一定要在意的，那就是对方是有点沉重，甚至是绝望地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，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脾气越来越大，你情绪越来越糟糕，你越来越不耐烦。”如果对方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不在意，尤其是对方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来，而不是情绪化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也许你真的在这段时间有些变化太大，有些过分了。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自省，自省是调整情绪最好的方式，是克制自己最好的方式。改是改不了了，但是为了对方，我们可以善于地调整自己的情绪。你们现在还正在恋爱，彼此还轻松地面对着生活，还没有来自于生活太大的压力。你们刚才说快要结婚了，结婚是什么？结婚就是人生不易，找个队友同舟共济。你们现在还没有队友的感受，如果将来一旦结了婚，事业上的压力、孩子的压力，乃至于经济的压力，你们就会有压力。这种压力就会使得你们感觉从情侣而过渡到了队友，队友之间就要互相调剂，更要互相体谅，更要取长补短。而在取长补短和共同面对压力和困惑的时候，你们的感情才会越来越深，才会越来越体谅对方。明白吗？不要自私自我，要更多的自省。彼此既要是互相的爱人，更要看成生活的队友。祝你们同舟共济啊！挺好的，就是生活有一个最大的规律叫阶段性。就你在这个阶段，该犯的错误你都会犯，该吃的苦你都会吃。什么时候你们俩真碰到一件大事儿，两个人真的有一次心灵上的大对冲的时候，你就磨合了。所以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都特别的正常。哪对恋人没碰到过？哪对夫妻没碰到过？这样的争吵谁家少过？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挺幸福的。多放松一点儿，对生活认真是对的，但是你得有个放松的态度。其实他那嬉皮笑脸的态度挺好的，女生也要放松，都放松下来。男生也学会宽容。对，我们不要在生活里较那个黑白啊、争论啊，多累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
就是一开始吧，我挺欣赏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挺幽默的，就是挺会讲话的嘛。后来就是慢慢生活当中，你就把你这个会讲话的这点啊，就变成了跟我对着干，就是我说什么吧，你都怼我。我希望你以后就是能改一下吧。然后我就送你4个字儿：好自为之。接着杠啊！其实吧，我认为就是咱们俩相处这段时间吧，我觉得就是说挺开心的，而且我到现在我也认为，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吧，并没有就是说提升到你说的这种高度。我认为在一起挺好的，我就是希望，如果还能在一起的话，就是以后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像老师说的一样，多包容一点，多就是说没有必要争执的点，就是不要那么较真儿，生活坦荡一点嘛，心胸开阔一点。哎呀，谢谢两位啊，也别着急，我们接受一切结果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啊！来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宠着你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啊！谢谢，来吧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就一定会就是说，生活态度认真一点，就是把你说的话就是说放在心里，然后就是不总是让你感觉到我不在乎你，希望我以后能对你好一点。哎，互补一下挺好的，别老那么较真儿。来，祝你们快乐啊！好嘞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祝你们幸福啊！姑娘，买房还是买车呀？买房。啊，小伙子，买房还是买车呀？买房。来。